你以为有幽冥附你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才可得永生。蝼蚁夜尾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逃出护心林。天妖，快走！走！妖怪，逃护心林，逃护心林。护心林，护心林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妖怪，天瑶，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黑花一斩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回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回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
可惜啊！有我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，落雁会消失。叶辉，我现在将石海九献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。此生一瞬叶辉，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绵绵人四月，终难成全。清香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从容间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叶辉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换。此刻相拥，不别不见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，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我走了，天呀，你不带着你要的走！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回首几度过往，寻找你曾经模样。执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。不能斩黑花，不能斩黑花！
天辉，以为一条偷偷汹涌，情不自禁温柔。天耀，我是真的喜欢你的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洒满星空，信念的梦，让夜晚。你到护心林之前，我就喜欢你了。你到护心林之后，虽然我怕你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。你带我从青丘王宫里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。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。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敷完了没？敷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天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我的头发哪儿去了？可能是我的龙焰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还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毅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哎，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？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
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被他关在水牢里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。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。此子天赋异禀，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，假以时日，打败长老你并非难事。影族族长优胜劣汰，能者居之。影族出此神童，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，还是堪忧呢？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，他今日能欺凌同伴，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。那我把他远远的送走。不行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母亲，母亲。阿生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放开我！放开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，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，利用我的真身，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。我是怀璧其罪。有了这件影袍，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。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，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，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，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。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
若能取其内丹助我练功，从此以后，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放在那黑棋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，玄妖两界，三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者众，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星山灵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两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，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。很好，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。尊者，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星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旗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喝一点。但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居心清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三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建阵，雪岭造罗盘吸纳黑气，青广压阵。
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符印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，雪莲！乾坤有极。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青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，而雪岭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符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符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青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斋星辰里面。我猜，这跟符印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师祖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符印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符印识海入口的那一年？ 15年前，之前符印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识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
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福音彻底翻脸。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青丘的双生子第二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福音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福音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阳两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，大难将至。而且，你的护心莲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你也要好好调息。李妃长老，李妃长老！你笑什么？看你抱成这样，挺好笑的。其实啊，我离开的时间也没有很久，但是我可是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哦。我可真是对你情根深重呢。怎么样，你呢？你想我吗？唉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当初就不会喜欢你了。白小生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不考虑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天耀这个人是真的挺不错的。等你们分了，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把正宫的位置留给你啊！时候也不早了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不休息了，我是来跟你道别的。道别？你不跟我们去青丘王宫了？我要去把福音在这个世间的入口给封印住，阻断他跟长兰的联系。到时候你们去青丘对付长兰的时候，就会简单许多。你一个人去吗2个？2个？一个我自己，一个我心里的你啊。
时候不早了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，走了。哎，溜得真快。耀辉，天耀，我给你做了一个小发冠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真好看，这发冠正好可以挡住我的秃头。你便是我的结发之妻了。那，您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。你今天教我的是什么心诀？这么厉害？玲珑心诀。如今护心灵已重回你体内，你自然最适合修行龙的功法。那幽冥赋，莫要再练了。那幽冥赋练着疼，没有你的功法顺手。哎，我现在在修龙的功法，那是不是也算你的传人？那赤焰龙牙会听我使唤吗？那试试。试试。他要是打我，你得抓住了啊！放心，他不会打你的。剑刃如雪，剑势如风，这当真是一把好剑呐！你要是用着顺手，拿着用便是。我就是图个新鲜，还是你用着好。我呢，路边的树枝、河边的石头都能捡来当武器。这怎么回事？
兴许是你把他比作了石头和树枝，他不开心了。切，他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哦，对了，幻命咒还在我体内吗？白晓生那一剑击时，幻命咒尚未被完全触发，应该还在你的识海中。我要解除幻命咒。为何？我虽贪生怕死，但我也不愿他人为了我的生死承担责任。更何况，我还喜欢你。幻命咒一旦被种下，便再无解法。你若是忧心我，好好保护自己便是。可我是人，终究是血肉之躯，寿命也有限。你把命放我这儿，不就白白浪费了？莫要小看自己了，去你的识海看看。这是我的识海。我这怎么也算得上是玄门7星弟子的级别了吧？护心灵之力理当如此。你若稍加修炼，抵玄门宗师之境，也并非难事。护心灵不过鳞甲一片，为何如此厉害？护心灵不仅是我的一片鳞甲，它还是我的内丹。你的内丹？你的内丹怎么会在外面啊？当年苏颖意图取我护心灵之时，还有一位神秘人。妖龙翼重伤，快后林取丹！我虽未能看清他的容貌，但我却知他是为了取我内丹而来。为了不让他和苏颖达成目的，我将丹灵合一，击飞出去。所以这样一来，两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，反而会反目成仇。妙啊！等等，所以你的内丹在我体内，和护心灵融为了一体，再加上幻命咒，那这样一来，你的内丹岂不是也拿不回去了？内丹修行1000年，还会有的。1000年呢？1000年，不一定再能遇到。那我岂不是要更加起早贪黑、勤学苦练，才能担起我身上的这2条命啊？那有劳你了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既然我的识海本可以如此广阔，那之前在我体内封印护心灵的玄门宗师，到底是谁？或许是你的师傅，凌霄真人。我之前也想过可能是他，但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或许是他担心你太年幼，未免你遭人觊觎，才隐藏你护心灵的力量。没想到你还会帮他说话。那日在龙谷寻不到你，他与我一样担心。燕回呢？你知道他出事了？难道护心灵的封印？你偷了他的灵？若真如此，那他赶我下山，莫不是另有隐情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那日之后，再未听闻他的消息。看起来这迷雾森林里的墓碑又多了一些。我上次来这儿是在哪儿施的法？我的入口呢？
到你了。先用引端封住入口，隔断福音和长兰的联系，为颜回争取时间，再想办法破坏掉这个入口吧。国主，昨日我离开银月崖，在黑河园外收到一些花报消息，但是贤哥，先别作乱阵脚。好，大国主，贤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贤哥，我有一事想问你。颜回，你说，您可知凌霄之人的下落？最后一次有他的消息，是在迷雾森林附近。迷雾森林？对，那是很久以前了。可否让凤千硕再用话尾打听一下？我正欲跟国主禀报此事，千硕已经很久没有回我消息了，怕是被长兰发现了。那不得赶紧回去？确实不宜再等。对，我们现在立刻出发。好。不要走！这老头在说什么呀？这严先生疯魔了吧？每天都拉着人也不说话，而且还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手里还总是举着一副空白条。快进去吧！快快去黑河园！快去查！快过来！不要走！严先生，多少天了？你明明知道没用的。是啊，他们中了长兰的瞳术，没人听得到你说话。哎呀，早知道，他说的是那般意思，早知道他要如此害我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再说话，这个就是我刚定的规矩。现如今，也就只有我跟竹离没有中长兰的瞳术，至于其他人，你就别再白费功夫了。哎呀，即便没人愿意相信，没人愿意再听，老夫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啊！若是连最后一个人都沉默了，那谎言它就取代了事实，我便是死，我也无法面对我辈祖先呐！严先生，你的话我信。你信？长兰在青丘犯下的恶，他日我定叫他们复还。终于有点要继承王位的样子了。哎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快扶起来，快点走吧。哦，快走快走。天耀，感觉到了吗？青丘的空气里，不知为何有些许黑气。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你们看，这里有花报记号。国主，我先行查探一番，若有消息，再用九瑶琴弦联系你们。一切小心行事。走了。严先生，严先生，他们可能是长兰瞳术所造，千万不可信呐！是我呀，燕回。黄小燕，你看，幻族印记。小燕，幻族印记，真的是你！严先生，是我们。对，严先生，我是陈烨。阿爹，阿爹，你没事太好了，你还认得出我吗？竹离，是余年未见，现在长这么大了。天佑青丘，老臣言不惑，恭迎大国主。严先生，不必多礼。老臣有罪啊！老夫识人不清，为长兰所利用，助纣为虐，还诬陷了龙主和燕姑娘，差点酿成大错。不求二位宽恕老夫，只求龙主怜悯青丘子民无辜，不要怪罪。不必如此，不是你的错。是啊是啊，不怪你。
要说过错，这一切都是长兰的过错。对，把他放出地牢，果然不该，不该呀！这，你们青丘的规矩，从根上就错了。对，这其实一直都是我们青丘的错。你这个戒指，你是新任的幻王？嗯，我叫幻小烟，青丘长兰是我的灭族仇人，我是来找他报仇的。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离开。大家可先随我到我的幻妖戒指里走。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上次通话过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消息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不过花围在混乱中被损坏了，我一时难以联系上你。你没事就好。我们已经带大国主回来了，宴会生死之事也已经解决了。但我这边的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。凌飞已回到玄门，大肆宣扬长兰以议和为名，行暗杀之实，视两派和平为无物。玄门各派这次都坐不住了，都已派弟子前往黑河集结。那正中长兰下怀。待双方大军抵达黑河两畔，炫耀大战，便一触即发。这如此说来，长兰蓄意挑起战争，竟是为了释放这黑气之主啊！那他灭我全族，也是为了帮那个福音？不错，白晓生已经前去切断他们的联系，我们需尽快赶回青丘王宫，阻止长兰。可如今大军已前往黑河。大国主，行哥，可有凤千树的消息？难得啊，你还关心我的安危啊？玄门情况如何？玄门已联合各门派齐聚黑河。唉，终是难免一战吧。贤哥请命，前往黑河止战。你一人之去，如何抵挡千军万马？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商量出对策。我和千硕会将黑河两畔的干红竹林烧毁，借此来拖延开战时日。去吧。是。这一下我们便有时间杀回王宫了。但现在的青丘子民皆中统术，长兰借助福音之力催动此术，时间越久，青丘子民就会越发危险。我来想办法，试着冲破他的统术。一是为了解救青丘的子民，二为了做儿。我会在这里拖延时间，吸引他的注意，以此牵制他。国主，这长兰为了今天此局，定是布局了很多年呐。这么多人被统术控制，你若是在这朝夕之间破除，不要再说了，要做的事情还得做。拜托了，大国主。我是青丘的国主，更是长兰的长兄，在情在理，也都应该是我去做。阿爹，我愿在此为阿爹护法。老夫也要在此为国主护法。起身。王宫之中，长兰定不会坐以待毙，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。我们需尽快想出办法。你们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我躲回戒指里仔细观察过了，我发现长兰的统术与我幻族幻术乃同宗同源。我想，定是他当年夺取了幻族力量，才修得此术。既然是幻族力量，那我这幻王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幻妖戒指，便能治他。只要将这幻族王戒戴在他的手上，我便可以催动幻族力量，将他的统术力量尽数剥夺。可是他这么狡猾，怎么会乖乖的任由你们把戒指戴在他手上啊？要我说，就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
消散了。国主之术果然有效啊，能够驱逐他们身上的瞳术。但这还只是个开始，阿爹的法术必须覆盖整个星球。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在这偌大的星球里面，只容得下我们其中一个。发现我们了，护好国主！没想到，我也有跟你刀剑相向的一天。就凭你！就凭我！我现在不是能使用你的赤焰龙牙吗？到时候我假扮天耀，从青丘大殿正门攻入，干扰长兰和其他的人。天耀假扮我，趁机接近长兰。长兰对我的防备肯定不如天耀，到时候天耀就可以趁机制服他。听着是很好，但你跟天耀这么大两个人，长兰又不傻。怎么会任由你们假扮看不出来啊？我们这回城的一路上，未遇见其他邪修，想必白晓生已经切断长兰与福音的联系。长兰并不知道护心灵已经回到了我的身上，光凭气息，他无法分辨我们二人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儿不是还有其他可以使用幻术的人吗？我可以躲在幻妖戒指当中，用幻术遮掩你们的容貌。没错，到时候我假扮天耀干扰长兰，天耀带上无息木，趁机接近长兰。另有国主在此干扰长兰的瞳术，三管齐下，让他分神。待天耀接近长兰，制服长兰的瞬间，幻小烟，你趁机给长兰戴上戒指，启动幻术，七彩幻境无极无边锁，将他的瞳术尽数破除。国主，他们成功了。天地自然，晦气分散，气神引进，去！
长兰，结束了。长王败寇，要杀便杀，随你处置。处置你，不是我的事。